你絕對想不到，第一個發明中式英語的人居然是毛主席。第一個中式英文單詞誕生於延安土窯洞前的一次採訪。當時毛主席說道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。但是由於英文中沒有紙老虎這個詞，翻譯直接翻譯成了稻草人。毛主席聽出不對，當場修改翻譯，直接發明出了 Paper Tiger。1946年8月，抗戰剛結束1年，內戰的陰雲已經壓滿天空。國民黨幾百萬軍隊握着全套美式裝備，背後有美國撐腰，甚至拿原子彈當威懾籌碼。國內外很多人心裡都打鼓，共產黨只有小米加步槍，真的能扛住嗎？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61歲的美國進步作家、記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第5次來到中國，專程趕往延安採訪毛主席。見面的地點就在楊家嶺毛主席的窯洞前，一棵蘋果樹下擺着張小方桌，周圍放了4隻木凳。為了待客，一向簡樸的毛主席特意換了件燒新的藍布上衣，可褲膝蓋上還打着大塊補丁。陸定一和加入中國國籍的馬海德醫生擔任翻譯，6歲的李讷還在旁邊跑來跑去，氣氛輕鬆得不像身處戰火邊緣。斯特朗問得很直接，如果美國動用原子彈轟炸，該怎麼辦？毛主席沒有繞彎子，直接給出了答案。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，看樣子可怕，實際上並不可怕。一開始翻譯把紙老虎譯成了英文裡的稻草人。毛主席聽出不對，當場糾正道，我講的不是這個意思，是紙糊的老虎，看着張牙舞爪，一受潮就發軟，一場大雨就能沖散。他索性用中文腔調念出 Paper Tiger， 說就按這個翻，紙做的老虎。毛主席接着說，不光原子彈是紙老虎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。表面看着氣勢洶洶，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力量。從長遠看，真正強大的不屬於反動派，而屬於人民。他舉了一串例子，沙皇、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日本帝國主義，當年個個看着不可一世，最後全都被歷史的風雨沖垮了。斯特朗聽完豁然開朗，憑着職業敏感意識到這句話的分量。後來他把這段對話寫進《中國人征服中國》一書，把紙老虎的論斷傳遍了全世界。英文世界裡從此多了 Paper Tiger 這個有着特殊含義的新詞。很多人以為這句話只是暫時的一句鼓動詞，說完就過去了。可沒人想到，11年後的1957年，毛主席遠赴莫斯科，在全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齊聚的大會上，又一次鄭重提起了紙老虎。那時冷戰正酣，核戰爭的陰影籠罩着整個世界，人人談核色變。毛主席為什麼要在敏感時期的國際舞台上重提這句話？他這番話是說給誰聽的？這背後藏着怎樣的智慧呢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曉。